Hello，大家好，我是老 K，欢迎来到本期618键盘推荐合集。本期视频一共准备了0到1000价位，一共27把键盘，其中有11把都是400价位以下的，涵盖了68到108这些左右配列，并且还在我手中的键盘每一款都做了颜值测试，数据也会在视频中和大家列举出来。同时，为了给大家一个更直观的参考，我把键盘的各项参数量化成了雷达图。个别指标比较主观，比如说这个外观参数就是参考了辨识度和套件本身的做工得出的分数，仅代表我个人的一些看法，没有进到我推荐清单的键盘，可能是我之前做过了键盘延迟测试和优惠信息统计，工作量巨大，希望大家可以动手点个赞，支持一下这个没什么人气的 UP 主。好了，接下来我们进入键盘的推荐环节。首先是0到200价位，第一把是大优 EK815，非常标准的一个网吧键盘。至于为什么提它，因为它618有活动会降到89块钱，并且还是一个全铝合金的面板。对于手中预算非常紧，并且想要一个大配列的用户，会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优点就是便宜耐造，至于什么热插拔还有节能分离，它通通没有，推荐指数4颗星。然后就是游戏动力 N75啊，上个月出来的一个超级选王。单看配置的话，就开门硅胶和全轴做热插拔这一点，在100元价位确实无敌。套件本身和 VGN811同模具素质还不错，根据配置有从99到199不等。预算足够的话，还是推荐大家上这个129以上的版本。99元的入门版最低配有声颜值比较高，并且有一定的歪轴问题，但小扁玉目前还是200价位以下非常值得购买的一把键盘，推荐指数5颗星。下一把是 RK287，没错，又是287啊，已经在我的推荐中横跨了3个版本，放在现在非常牛逼的大件 ，RGB 亮度表现也非常不错，之前 K 印轴缺货的问题也解决了。K 系列轴体18键热插拔，最低价还是129。此外还有一个269的三模 Gasky 版本 R87S， 相比起 R87性价比就没有这么高，这里也顺带给大家提一嘴。缺点的话就是 ABS 键帽容易泛油光。总之 ，R87还是100元价位非常值得考虑的一把键盘，推荐指数5颗星。高斯 3087T 做工用料到位，并且有非常多的轴体可以选择，风静止、KU 基础的蜜桃和柠檬表现也不错，但在大件的调教方面，对比我上面提到的2把键盘就要稍微的逊色一点。整体的外观也比较普通，没什么亮点。199的三模蜜桃柠檬轴表现还不错，但我个人更推荐219的 KU 轴版本，手感会有比较明显的提升，但稍微超了点价格段，推荐指数4颗星。然后就是 RK R98了，上个月的新品，200元以内可选的有三模的199版本和盖版的149，200元以上的配置我们后面再说。如果预算足够的话，还是推荐199元的版本，对比149多了无线连接，轴体也有升级，键盘的 RGB 灯光堪称小灯泡，手感也是一如既往的优秀。要说缺点的话，就是祖传的3项出线槽了，插拔比较麻烦，推荐指数5颗星。200到400价位，这个价位我推荐的第一把键盘是新贵的 GM840 Pro， 是一个蛮老的型号了，把它放进来是因为它在618会有一个比较大的降价活动，像这个 GM840 Pro 原价319会降价到229块钱。弧面日升华的仙鹤键帽主题也是这个键盘的一大亮点。作为一把老键盘，17毫秒的无线延迟放到现在也很不错。缺点就是传感结构多少会有一点空腔音，推荐指数4颗星。游戏动力 V98 Pro 369的冰激凌轴版本算是勉强踩在400块钱以内。个别型号，比如说蒸汽波涨价了10块钱，去到了309。如果对声音没有太大要求的话，这里还是强烈推荐这个蒸汽波的版本，性价比最高。目前键盘通过固件升级，把无线延迟降到了5毫秒以内，表现优秀。8000毫安时的电池可以提供320小时的续航，放到现在也依旧能打。缺点就是键帽的毛刺比较明显，并且还是3项的出线槽。至于429的其他轴体版本，就看自己需求了，推荐指数5颗星。说完了 V98 Pro， 这里还得再提一下 R98。299版本的 R98升级了单键开槽，套件表现也非常不错，电池去到了7200毫安时，可以提供300个小时的续航时间。如果预算足够的话，也可以考虑399的钢铁轴版本，但我个人还是更喜欢这个299的烟雨轴。和前面提到的 V98 Pro 都是400价位以下非常值得入手的一把键盘，推荐指数5颗星。然后是狼图的 LT84， 这里也说一下，如果你喜欢键盘带屏幕 ，LT84可能是你目前能买到最便宜的带屏幕成品键盘，并且价格只要269，屏幕动画流畅度做得还不错，帧率很高。改版的海空 V3 素质也还行，触摸手感蛮不错的一把键盘，缺点也是在屏幕上，边框可以停2艘航母了。
考虑到价位也不是不能接受，如果你非常喜欢带屏幕的键盘，也可以购买。个人推荐指数4颗星。活动 KS82本来之前299的单模版本是不会往盒子里面放的，但新的3模 KS82狠狠的背刺了一波，3模拼色版干到了249，配色也可以让人眼前一亮。可惜的一点是青玉轴和铂银轴没有沿用下来，轴体方面比单模 KS82稍微弱了一些，推荐指数4颗星。高斯 HS75T 上一年暑假期间热度非常高的一把键盘。卖点就是键盘上的摇杆，通过驱动可以拓展一定的使用场景，并且有干电池版本可以选，也是这把键盘的一个亮点。本身的手感也是非常不错，缺点的话就是套件的做工嘛，特别是这个黑色的版本，塑料感会稍微强一些。目前的话，在618有活动，快银会去到399，金粉的话就是369，这个价格可以买到快银 V2 或者金粉 V2 的版本，我觉得性价比还是蛮高的，推荐指数4颗星。达尔优 A98 在618会有活动降价到339，刚好在400块钱以内。A98 Pro 的减配版阉割了屏幕，还有内部的填充，轴体也从天空 V4 变成了天空 V3。声音表现方面会相对的差一些，整体声音偏小。水透版的外观还是很有特色的，灯光效果也很不错，推荐指数4颗星。最后400价位还有一把键盘，小霸王的 X68 也是非常值得推荐。轴体有凯华的冰激凌和自动轴可以选，但目前自动轴暂时缺货。键盘自带了一个小屏幕，并且整套日升华键帽的素质也是非常不错，并且这把键盘的电池容量是8000毫安时的，可以说在小配类键盘中非常难得一见。手感方面也是非常优秀，推荐指数5颗星。400到600价位，莱奥伯格 K81 颜值非常高的一把全透亚克力键盘，分为黑色和白色2个版本。想要声音好，可以选择这一个黑透的版本。虽然说亚克力套件非常好看，但也非常容易磨损，平时的话需要小心使用，推荐指数4颗星。K75的性能版，这款是在520之前推出的一个小改款，主要的升级点是在 PCB 的单键开槽，还有键盘的延迟优化，可以和 R98 一样去到3毫秒左右，并且618有活动会便宜个20块钱，首发价479，活动后459可以入手。在配色上还是和之前的老款 K75 一致。如果不是很喜欢炫彩版的外观，我个人还是更推荐这一个性能版，在无线体验还有按键手感上都有比较明显的升级，推荐指数5颗星。K68 这里也简单提一下，可以作为 K75 的一个小配列平替版本，基本上延续了 K75 的优缺点。这里推荐大家选择 TAC 的烈焰轴版本，缺点就是电池砍到了2000毫安时，关灯续航成绩只有200个小时左右，推荐指数3颗星。接下来就是剑驴 RS2 3.0 版本，也就是前段时间出的一个迭代，对比 RS 2.0 升级了屏幕，键帽的素质也有所升级，同样是延续了剑驴非常有特色的波线定位板，搭配全新的白翼轴，无论是顺滑度还是声音上表现都还不错。Gusky 结构经过3个版本的迭代，已经做到了非常均衡的手感，缺点就是不透光的键帽搭配波线定位板，让键盘的 RGB 灯效偏弱，如果环境光比较亮的话就不太明显，推荐指数4颗星。科兹的 G98 又是科兹啊，套件素质还是蛮不错的，首发了 TAC 的高铁轴，本身也是一款性价比还不错的键盘，但外观还是有蛮多人接受不了，而且键盘屏幕的使用体验比较一般，所以相对于 K75 来说，受众范围还是小了一些，因为漆面上盖也比较容易产生划痕，推荐指数3颗星。然后是 MP75 金属和塑料结合非常有设计感的一把键盘，内部零件多并且结构复杂，75%配列带屏幕和旋钮，凯华水晶酒红轴搭配单键开槽的左板，软烂程度控制恰到好处，码降也明显，缺点就是旋钮稳定性做得非常一般，并且屏幕偶尔会有奇怪的小问题。目前淘宝上的店铺还是缺货状态，喜欢声音的话还是值得蹲一下的，推荐指数4颗星。杜卡洛的 VN96 出来非常久的一把键盘了，右上角旋钮非常有辨识度，放进来因为它是目前比较少的钢定搭配 Gusky 结构的键盘，手感和其他键盘相比也有自己的特点，无线300个小时的续航成绩也还算不错。缺点嘛，就是599的最低配价格在目前环境下没什么竞争力，M 粉轴的回弹比较一般，不太跟手。618会有活动，价格会便宜一些，推荐指数3颗星。600到800价位，恭喜你的预算也超过了90%的人。第一把键盘是 Cookiller 的 CK68，CK 总能整出一些让人眼前一亮的货啊。全透亚克力军火箱加上灯带，就颜值这一块没话说，搭建调教也是相对不错，但亚克力的军火箱受到撞击容易裂开，这一点要注意。键盘搭配全 PC 的冰刃轴，略微有些刹车感，并且3500毫安时电池容量，续航稍微短了一些，推荐指数4颗星。
有就是铝厂的 Q66啊，这是本期合集唯一一把没有实物的键盘。不得不承认，他家键盘在 ID 设计方面绝对是国内一流的水平，也是目前为数不多还在坚持使用平衡杆的量产键盘厂商。大键手感非常不错，至于定价的话也是非常贵，想要 RGB 的话还得再加100块钱。但是贵就算了，一个700-800的键盘居然到现在还没有驱动，客服问就是画饼，这就有点让我不能理解了。推荐指数3颗星。然后就是火巴兔的 F75，屏幕加上侧面旋钮，辨识度拉满，做工相对于这个价位的键盘来说还是要逊色一些。套件内部的全硅胶填充让这个键盘的敲击声变得非常闷，加上 TK7 的高铁轴，可以看作是一个半静音的键盘了。推荐指数3颗星。这个价位最后一把是 Newfie Halo 75，铝合金电容上盖加上底壳的柱状装饰，可以说是单论外观我这个价位最喜欢的键盘，并且没有之一了。最低配的晚风蔷薇轴也要799，轴体顺滑度还是不错的，但触底偏肉，加上 Newfie 的卖点隐身空格，也可以当做一把非常静音的套件来使用，不太适合追求 HiFi 的用户。推荐指数4颗星。800到1000价位，欢迎来到土豪段位。第一把是大优 A98 Pro， 这个键盘哪都好，就是外观太老实了，唯一有辨识度的水波纹设计被放在了背面，所以第一眼的外观上是没什么优势的。主要的优势还是在套件本身的素质上，无论搭配什么轴体都能出来非常扎实好听的声音，也是这把键盘的亮点。不过价格去到899确实高了一些，目前618也没有收到这把键盘有打折的活动，所以性价比略低。推荐指数3颗星。红魔机械键盘手感和外观设计都在线，屏幕也可以显示电脑的性能状态。但这把键盘我本来不打算往盒子里面放的，之前出完测评之后，后台有很多人找我反映问题，大大小小的毛病都有。工作人员反映之后，他们说这些问题在目前的新版固件中都得到了改善，后面也会再出一期这个键盘的新固件测评。如果这些问题得到了改善，那我还是蛮推荐这把键盘的。推荐指数4颗星。1000块钱以内可以考虑的铝头的套件也是有蛮多，比如说这个 CK650。卷轴式的外观加上内置10000毫安时大电池，整体的套件表现也是相当扎实，搭配主流的轴体很容易出麻将音，并且它还是一把3模的铝头陀。在信号表现方面，虽然说比一般的塑料键盘会稍微高一些，搭配完轴体之后很有可能会超过1000块钱，但作为一个备选项也和大家提一嘴，如果预算足够的话也可以考虑。推荐指数3颗星。最后的话就是这一个比较奇特的键盘 ToolBoss， 价格也是非常贵，1600多，也不算推荐吧，就是简单的提一下。在我手里面用了快1年了，被我盘到快爆浆，每一个按键都可以自定义，并且自带了3个波轮。如果你从事设计类工作，像这个达芬奇、PS 剪映这些软件，它都是一个非常趁手的工具。好了，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觉得本期视频做的还不错，也可以给一个大大的点赞支持一下。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